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賀酷古又文。這期要聊 Alexander McQueen 這個神級品牌，為何營收從巔峰期將近8億歐元，雪崩式暴跌了3%，剩不到2億。隨之而來的是倫敦總部裁員20%，店鋪縮編。這對財經界來說是開雲的投資挫折，但是對曾經把 McQueen 當信仰的設計人，像我來說，這是一場對 McQueen 痛苦而漫長的凌遲。在這支影片裡，我會分成5個部分解析 McQueen 為什麼會從巔峰崩跌至此。最後，我會提出 McQueen 品牌要如何重返高峰的想法。如果你也喜歡時尚與品牌相關的新聞與分析，歡迎現在就按讚訂閱這個頻道哦。首先 ，McQueen 今天的困境並不完全是他自己的錯，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來自於母公司開雲集團現在正處於極度焦慮之中。開雲集團有一個品牌組合生態鏈。Gucci 是負責賺大錢的大哥品牌，全盛時期，開雲有2/3的營收都是 Gucci 單一品牌賺來的。過去 ，Gucci 瘋狂賺錢的時候，集團對 McQueen 的容忍度很高，允許這個才華洋溢的二弟慢慢成長。但現在情況變了 ，Gucci 進入了轉型陣痛期，營收暴跌將近50%，開雲對 McQueen 的態度就變了。McQueen 原本被設定的目標是要成為下一個10億歐元俱樂部的成員，為此，開雲投入了巨資，在巴黎、紐約、東京開旗艦店，試圖把它催熟。結果是，當潮水退去，大家發現 McQueen 不僅沒有長大，反而因為擴張過快，稀釋了獨特性，營收不增反減，成本卻居高不下。這就是為什麼這次裁員來得這麼急這麼兇。這不是一般的業務調整，是集團在現金流教育下的這些行動。他們現在沒有耐心去等一個 McQueen 成長，他們需要的是能夠立即變現的商品。這就引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McQueen 這個品牌，它基因裡真的有大眾變現的能力嗎？這是要回到它的創始人 Lee Alexander McQueen 身上。對我這一代設計師來說 ，McQueen 是一個神聖的名字。我在念服裝的時候，他的每一季作品我都是抱着崇敬的心情看完的。因為 Lee McQueen 不是只做漂亮的衣服，他的每一季作品就像是在對時裝規則的終極挑戰，而且從不重複。他做的是哲學上的崇高。什麼是崇高？在藝術哲學裡，崇高是指一種混合着恐懼、敬畏與極致美麗的體驗。它不是讓你看得舒服，它是讓你起雞皮疙瘩，甚至感到不安，挑戰你對既定事物的想象力。舉2個最經典的例子，讓大家感受一下那個時代的溫度。第一個是1990年春夏的 Number 13系列，名模穿着純白的伞狀洋裝出場，站在圓盤上旋轉，2台工業用的機器對它瘋狂噴射黑色以及黃色的顏料，那幾分鐘已經超越了時裝秀。那是一場關於侵略科技與人性的行為藝術。你看它無助的旋轉，被機器的顏料噴濺，最後出來的畫面卻美得像一幅畫。第2個是2001年春夏的 Vogue 系列，觀眾被放在單向鏡外，整整1小時，只能看着鏡中的自己。燈光一亮，鏡面變得透明，裡面的模特像是被關在精神病院的觀察室。看不見外界，只能被凝視與審判。服裝則由拘束感的繃帶、破裂的縫線以及像是外骨骼般的貝殼與羽毛所構成，把脆弱的身體具象化。壓軸中央的玻璃盒打開後，鏡子碎裂一地，裡面躺着不尋常的異質身體，以花朵束縛以及四散的飛蛾，形成殘酷又脆弱的視覺印象，也衝擊世人對美的定義。他的時裝秀從來不是只展示衣服，而是以極致的服裝工藝挑戰美學的極限。他的衣服是他的自傳，是他的痛苦，也是他對這個世界的咆哮。他的鋒利與精準剪裁讓女性變得強大而危險。這種前衛的危險感是 McQueen 的靈魂，這也注定了他很難變成一個只賣好看衣服的通俗商業品牌。因為你很難把他作品中的前衛哲學、對美學的挑戰量產成一件500歐元的 T 恤賣給大眾。但在他過世後，有一個人奇蹟般的做到了這一點，那個名字叫 Sarah Bolton。誰是 Sarah Bolton？ 她是 Lee McQueen 在世時的助理設計師，與他共事整整14年。
也是 Lee McQueen 2010年辭世後接任的設計師。很多人會批評 Sarah Bolton 的設計太溫柔、太浪漫，沒有 Lee 的鋒芒，讓 McQueen 變得很無聊。但我必須說，沒有 Sarah Bolton，McQueen 這個品牌可能早在10年前就倒閉了。McQueen 的年營收能從幾千萬衝到8億，幾乎全是 Bolton 的功勞。他保留了 Lee 的工藝以及輪廓，但抽掉了其中的危險與攻擊性，轉化成一種現代女性可以穿出門的英氣以及優雅。他最成功的商業操作其實是建立了一個非常聰明的金字塔結構，在金字塔頂端，他維持了極高水準的剪裁與工藝水準，那些禮服依然是紅毯上的霸主，維持着品牌的尊嚴。但在金字塔底端，他創造了 McQueen 的爆款單品厚底小白鞋。這雙鞋雖然被很多時裝評論家看不起，認為它毫無設計含量，但是它卻在過去10年成為 McQueen 的印鈔機。這雙鞋子的爆紅為品牌提供了穩定的現金流。此外 ，McQ 這個副線提供了更年輕、更實穿且價格更親民的產品線。它的存在讓主線 Alexander McQueen 可以避免將價格與設計門檻拉低到 T 恤與帽 T 來迎合大眾，從而保護了主線的高級定制服 DNA， 讓品牌有錢在倫敦總部養一群頂級工匠，繼續做那些撐起品牌尊嚴但價格高到只有少數人買得起的秀款服裝。Bolton 的策略是用主線秀服維持品牌高度，副線 McQ 小白鞋和骷髏圍巾為品牌賺錢，這是個非常完美的平衡。根據資料，2022年 McQueen 的營收衝到歷史高峰，高達8.3億歐元，即將邁入10億歐元俱樂部。但這個成長速度無法滿足開雲集團的野心。開雲覺得，我們應該讓它更年輕、更潮，像 Balenciaga 那樣製造話題。於是2023年，開雲把年近50的 Bolton 換掉，改派30出頭、年輕英俊、姓氏還自帶 NC 開頭的 Sean McGear 上任。結果這一變，就像癌症一樣，直接崩解了 McQueen 品牌的 DNA。新任創意總監 Sean McGear 履歷其實很漂亮，在 Jonathan Anderson 麾下擔任 JW Anderson 的男女裝成衣總監，負責執行包括 JW Anderson 與 Uniqlo 在內的所有商業成衣系列。尷尬的是 ，McGear 上任至今已經發表了4季作品，在這短短不到2年內 ，McQueen 的營業額從 Burton 離任時的歷史高點8.3億歐元，雪崩式暴跌到不到2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更認真地審視它的設計。理論上，他應該很懂得怪異與商業之間的平衡。但他接手 McQueen 後的這幾季，不僅媒體評價兩極，更重要的是把老客人都嚇跑了。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呢？我認為核心的問題在於他在做經典拼貼，而不是精神轉化。我們來看看最近爭議性的單品馬蹄鞋。這雙鞋的設計初衷明顯是想致敬 Lee McQueen 時期 Lady Gaga 穿出名的球魚鞋，探索人與動物的邊界。But Lee McQueen 的球魚鞋雖然怪，但它的線條是極致優雅的。它改變了女性腿部的線條，讓模特看起來像美麗的外星生物，那是一種精緻美麗的異性化。反觀 McGear 的馬蹄鞋，整個比例非常笨重，只有笨拙，沒有怪異，但美麗的線條。國外毒舌評論家直接說，這看起來像是廉價的萬聖節道具鞋，不是高級時裝。這是對奢侈品致命的質感降級。McQueen 的另一個核心是薩維爾街等級的精準定制服剪裁。薩維爾街裁縫學徒出身的 Lee McQueen， 他的西裝裡面的結構是非常嚴謹的。但 McGear 的設計裡，我們看到很多為了追求年輕化與酷而做出來的寬鬆剪裁，但服裝的挺度與結構的感卻消失了，這讓衣服看起來像是與 Zara 或 H&M 的聯名版，失去了那種精準剪裁的結構所帶來的價值感。我們來對比他前老闆的成功案例，你會更清楚我在說什麼。接手 Loewe 的 Jonathan Anderson， 他用藝術感的話題單品，像是氣球鞋、像素衣，還有超現實感的服裝，打響 Loewe 的話題。但他也把 Loewe 西班牙皇室皮件的 DNA 深度耕耘到極致，
不但創立了 Loewe 國際工藝獎，又發展爆款包 Puzzle Bag， 在發揚品牌工藝精神的基礎上，加成身為設計師的獨門創造力，將這個2億歐元等級垂垂老矣的西班牙皮件品牌搖身一變變成營收超過10億歐元，既有工藝質感又新潮年輕的人氣品牌。相比之下，現在的 McQueen 感覺是設計師在翻閱 McQueen 的歷史檔案後，看到什麼很酷就拿來簡化一下。我就不殘酷對比了，大家在留言區自己發揮一下吧。這種缺乏靈魂的簡化版致敬，搞得兩邊不討好。像我這種老粉，覺得他在褻瀆與消費 Lee McQueen 還在世的經典，又拿不出手自己獨門的前衛創意，甚至連 Bolton 堅守的至少女人穿起來視覺上很美、看起來很貴的底線，也完全沒了。每季作品像是披着 McQueen 外皮的僵屍，已經沒有品牌的靈魂內核，不是擺拍的裝酷，而是打從內心那種想發狠起來打破時尚與美學界限，那個哲學上的崇高精神已經消失了。年輕顧客也無法被這些概念與結構同樣鬆散、沒有堅持創作理念、只剩致敬的作品打動，無法成為新的狂熱粉絲。業界的崩落不是意外，純屬必然。最後，這個問題反映在零售端，就變成了災難性的產品與市場契合度失敗。過去 Net-a-Porter 還會買幾件 Bolton 時期秀上的亮點單品，但現在網站上清一色都是安全到換上其他成衣品牌標籤都毫無違和感的基本款。買手只敢買最保守的款式，用採購行為直接否定了 Sean McGear 秀上單品的商業價值。更尷尬的是，現在奢侈品市場正處在安靜奢華的勢頭之中。Lee McQueen 的老粉迷戀他無邊界的原創性 ，Bolton 的支持者欣賞他的精準剪裁、貴氣廓形，還帶着一點 Lee McQueen 時代的餘溫，而且穿起來真的很美。但 McGear 的簡化版單品，論時裝與面料比不上 The Row， 論潮流與話題又不及 Miu Miu。卡在中間，不夠前衛，沒有話題，又平時到常見，這是商業上最危險的位置。因為粉絲願意買$600多的小白鞋，或是復現 McQ 品牌一件上千美元的外套，不是因為它基本的多好，而是因為秀上的原創度、戲劇性或話題性曾經擊中他們的心，於是願意用消費支持品牌。當秀既缺乏原創，質感也沒有突出亮點的時候，這個支持系統就會瓦解。講到這裡，你覺得 McQueen 還有救嗎？最後這段畫面是 McQueen 生前最後一季作品《柏拉圖的亞特蘭提斯》。作為一個 McQueen 的老粉以及從業20多年的服裝設計師與觀察者，我的建議是，品牌必須任命一位能找回品牌前衛原創 DNA 的創意總監，甚至需要一點點危險與激進，才能重新點燃時尚愛好者對 McQueen 的狂熱。唯有重新喚起這份熱情， McQueen 才可能重返巔峰。不論那個巔峰是營收上的，還是那個在時尚愛好者心中混合着恐懼、敬畏與極致美麗的哲學式崇高，都比現在這個失去核心價值的狀態好得多。你覺得誰能接下復興 McQueen 的重擔呢？我腦中浮現的名字是如今仍在待業的 John Galliano。你又會想到誰？還有 Sean McGear 何時會走人呢？歡迎留言跟我一起討論哦。如果你也喜歡時尚相關的新聞與分析，歡迎現在就按讚熱推，還有很重要的訂閱我們的頻道。想支持我繼續分析時尚，可以 Buy Me a Coffee 贊助我喝杯咖啡。結尾還有我們其他影片的連結。我是油頭古佑文，我們下個影片見。See you next time，拜拜。